同学们好，这是我们的第3节课。我们这一节课呢，教大家如何去把上节课的花瓣去包花头、包花苞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这个呢，毛笔要调白粉水，这个白粉水就是太白加3氯啊。我们这个是上节课剩的。然后我们调色呢，调色用哪几个颜色呢？用这个朱标，我们朱标不够，我们继续加点朱标，然后呢再加一点点这个大红，朱标大红，然后还要加一点牡丹红，加一点点吧，你这里已经有了，加点牡丹红，我们还要加一点点胭脂。那我们用这些呢颜色来画一个花瓣花苞。好，首先呢调色，白粉水调完了之后，我们直接调朱标。好，这个就是朱标，朱标呢要拉一点出来调，盘子面积要大一点，这样我们调色的时候才能调得开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朱标呢调均匀，那水多了我们要在边上刮一刮，因为这个颜色最好是拿纸吸吧，但是我用得到，先暂时保留着。朱标呢调整个笔杆这个笔肚上全部有朱标，然后呢再调1/2的笔肚1/2的地方调这个大红色，然后呢再去调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，笔尖5毫米的地方调牡丹红，这样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色阶。那我们上节课呢，把花瓣都教给大家。那这一节课我们把花瓣怎么样把花瓣用起来啊？那我们先从这里开始，先画定位花瓣。那么定位花瓣决定花头的朝向，所以我们这里呢先画一个定位花瓣，那它的朝向呢是左上方，我们给它框出来，那这就是一个花苞。好，我们补充颜色。是朝下方，我们还有朝哪个方向？左边的，我们左边的往这边画吧，朝一个左边的啊。好，从下往上推，好，推一个大瓣，右边加一个小瓣，左边的再推一个小瓣。那这个花朵的朝向是
左下方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，在一个正下方，从左往右推。好，再推一个小花瓣，右边再加一个小的，那它的方向就往这里，正着下垂。从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比如说这4个，这个花瓣它的转圈是不是转到这儿，从这儿又转到这儿，那它就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4个方向都有。那呢右偏的，我们还有个方向，我还想到一个方向，横的横向的，比如说正对着左方的，比如说花瓣从左往右推，好，右边加一个大的，左边也加一个，那这个花头的方向在这里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都是定位花瓣，指向花头的朝向。你看这个花瓣的朝向往左边，所以这个花的朝向就往左；这个花瓣的朝向往下右下，所以这个花头的方向就往右下。那我们就画这几个。那怎样利用这个定位花瓣去把花苞包出来呢？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侧瓣。侧瓣我们上节课讲了啊，就是定位花瓣的左膀右臂。那么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就可以画出任何不同朝向的花头。我知道这个是重点哈，家人们一定要仔细听。很多同学呢，画了这个方向的，教他画这些都不会画了，每次都不会画。因为我从小白我也从这样经历过来的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苦恼。所以呢，这些方法这些经验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，我教给大家。我希望大家呢，在我的课上一网打尽，用最短的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学到更多的内容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方向已经确定了啊，定位花瓣就是确定花头的朝向，这就是它的作用。那该如何去包，就要加上侧瓣。侧瓣我上节课给大家讲了，你就沿着这个花瓣的这个沿着这个方向去运笔。那这个运笔方向是怎么样来的？通常一个圆是用线去画的圆。那么画牡丹花，它通常乍一看它也是一个圆，但是牡丹花的看起来就是一个圆，那我们也是去画圆。那么画牡丹花的圆，我们用花瓣去画圆。比如说你是零基础一点不会，这个定位花瓣我已经教你了，侧瓣也教你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继续画，那这个地方也是侧瓣的方法，但是这个地方不叫侧瓣，它叫反瓣。反瓣上节课也讲了，就是花瓣的背面翻上来了，那这个叫反瓣。如果你实在不会画，你就这样全部给它包上。好，这些都叫反瓣，你就给它完全包上，是不是就包好了？那这就需要1笔、2笔、3笔、4笔、5笔、6笔就可以包起来。那我们接着包啊，定位花瓣、侧瓣，那这些叫反瓣。我们调一点珠标，调一点大红，笔尖再调点牡丹红，笔尖再调点胭脂。我们现在空白的这地方怎么办？包起来。怎么样去包呢？我们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切瓣。好，沿着这个外围的花瓣去切。好，这也切一个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笔尖特别尖？一定要选用我们这种毛笔，尖好的，笔尖特别尖，不开叉。那这边再切一个瓣，在这个切瓣沿着外围花瓣的这个边缘线去切。你可以分很多笔去切，也可以一笔。你看，比如说这笔，我一笔就切过来了，是不是？
那切半这个颜色要比外面颜色深。你看这个边缘线太光滑了，你可以点几个锯齿出来，这样就自然一点。好，我们继续调一点盐，补充颜色，始终是3个颜色，珠标是最浅，调全部。那大红调1/2，最后笔尖调一点牡丹红。这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继续切半，沿着外围花瓣的边缘线去切。有时候呢，这个外围花瓣没有干，湿的，这个时候你要留点缝，像这样。
个大红色，然后呢笔尖再调这个5大红，我们可以把剩下的给它包起来。你看这个地方包，这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口子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里画这个侧瓣。看左右两边侧瓣，你可以不用对称啊。你看这是侧瓣，这正好就能画一个正瓣进去。好，这就画一个正瓣进去，勾一下，这个带一下。那这个瓣就相当于什么呢？你看这个瓣就相当于这是个侧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个侧瓣，那它有个正的，这样就是它的正的。这边再补一笔，这是等于2层，这个太直了，这个太直了，补充一点颜色。它就等于这是1层，那这个就是侧瓣1层，侧瓣1层，正瓣。这光滑的可以切一下，那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这里啊，就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，我把它扩大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能看明白啊。加主标大红，然后呢牡丹红，再调胭脂。那这些空白的地方正瓣，好，这也是一个正瓣。那这边呢，再来一个正瓣。好，那花心的地方呢，我们就调这个大红和胭脂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哎，我们可以切1层出来，把外围这个花瓣切一点造型出来，再切一个，这样就可以。那这边呢，再切一个，好，那这个就切好了。那花心的地方呢？花心的地方我们等会儿拿胭脂去填充一下就行。我们现在调主标大红，牡丹红，调点胭脂，我们把这个地方补齐。那这个瓣呢是一个正瓣，那这个地方也是个正瓣啊，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正瓣。好，这就补齐了，再加点深的颜色。那这些我们就不用补，我们是画的花苞哈。好，花心的再切一下。现在呢，加清水。加这个胭脂啊，深一点，把花心切出来。是不是又切出来一个？调整一下。那这是第2个啊，这个是这个，不用管。这个就是正的啊，你看你这里还可以切成这边上，你还可以加一笔啊。好，这边上可以加一笔，这也是一个花苞。我们再补一个啊。那我们每次练习呢，把这个框出来，你坚持。你可能画10个你就会画了，花头你就应该花苞应该一点问题没有。如果你按照我这个视频跟着我练习一遍，你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这个呢，我们可以给它包起来啊，画侧瓣，再画好看一点的都行。好，画侧瓣，里面这是双层侧瓣，往这边走一笔。这是右边的，我们把左边的侧瓣加上。那左边的侧瓣也不一定非得往里包，可以往外走啊。
这个就是画画的时候要灵活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往外走，好，往外走，走完了之后你要回来，再收，把侧板再回来。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切半了，是不是就切好了？那这个地方呢，切一下，好，再切一下。看这个光边缘线前面太光，你点一下，笔尖要特别尖啊。如果你这个笔不行，你换我这种我们橱窗油啊，特别划算，都是我精挑细选的。那这个笔呢，5公分长，特别好用，不开叉。好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画一个正版，当然你也可以画侧版啊，画侧版。这个后面我们就可以画正版。这个地方交代一下，就这个笔很丝滑，就处理细节的地方特别好用。好，加点清水调这个珠标，再调这个大红，再调这个牡丹红，最后再调这个胭脂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好，后面加一个大的。看后面这里可以切一下。好，那这个花瓣就包好了。那中间花心呢，笔尖调胭脂，你看啊，可以继续切。好，再切一个，再切一个。好，加点水分，中间平涂一下，颜色可以厚实一点，深一点。深一点没关系，因为你最后不是要画这个花心吗？所以颜色深一点没问题。好，哎，这个花心这样就切好了。那其他4个呢，大家可以在下面自己练习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花苞的包法，正版、侧版，还有这个正反版都用上了。那这个方法非常好用，能帮大家节省很多时间，可能就1-2节课，大家就学会怎么样去包了。那后面花头部分呢，我们循序渐进的，由简单到难，越来越难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入门的时候认真学，后面才会越来越有兴趣，学的就越来越好。那么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节课呢再继续讲。有喜欢这个课程的同学哈，一定要前3天一定要努力，大概1个周你花头基本上就没问题。如果再有问题，可能是调色上，调色至少要持续到1个月左右吧。所以新手哈，错误是在所难免，因为要经历这个错误才能进步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耐心调色，多加练习。有什么不懂的，大家可以在群里问啊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